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普通话播客，我是玛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洋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周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聊的话题，我相信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紧密相关，那就是压力。是的，玛丽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压力好大。无论是工作、学习还是家庭生活，似乎压力无处不在。所以，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一下，到底什么是压力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去缓解它。没错，我们今天不会提供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，但我们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，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有效的方法和思路。在讨论如何缓解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理解压力到底是什么。玛丽，从专业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应该怎样定义压力呢？我们可以把压力看作是身体和心理对外界挑战的一种反应。当我们的生活、工作或者学习中出现一些变化或者困难时，身体就会自动地进入一种紧张状态。这种紧张状态具体表现为什么呢？它有很多表现形式，比如我们的心跳会加快，呼吸会变得更急促。在心理上，我们可能会感到紧张、焦虑，甚至情绪低落。这些都是压力带来的正常反应。有压力也不一定都是坏事。你说的对，适度的压力就像一个催化剂，它能激励我们进步。比如，学生在考试前会感到一些压力，这会促使他们更认真地复习，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这种压力被称为良性压力或者积极压力。那么，什么时候压力会变成坏朋友呢？当压力变得过大，并且持续很长时间时，它就会变成有害压力。长期的压力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，比如导致失眠、食欲不振，甚至引起情绪上的问题，比如烦躁、易怒等等。所以，学会识别和管理压力，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。如何缓解压力？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几个简单又实用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运动。玛丽，很多人一提到运动就觉得很累，甚至会增加新的压力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运动缓解压力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这里的运动不一定是指要去健身房举重或者跑马拉松，我们更推荐的是一些轻松愉快的运动，比如散步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在公园里或者小区里走一走，呼吸新鲜空气，这不仅能放松我们的身体，也能让大脑得到休息。运动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，这是一种快乐激素。是的，你说得很对。当我们运动时，大脑会产生内啡肽，这种物质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放松，从而有效地缓解压力。所以，哪怕只是做一次15分钟的拉伸，或者听着音乐跳舞，都能帮助我们释放负面情绪。除了这些轻松的运动，还有其他选择吗？当然，对于喜欢团队活动的人来说，打篮球、踢足球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这些运动能让你暂时忘记工作和学习的烦恼，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比赛上。如果你的压力来自于工作上的长期久坐，那么做一些简单的办公室拉伸，或者每隔1小时起来走动一下，也能有效地缓解身体的紧张感。记住，重点在于动起来，而不是累死自己。是的，
第二个方法是关注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，尤其是睡眠和饮食。周洋，你觉得它们为什么重要？我认为它们是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基础。如果一个人睡不好、吃不好，他的身体就无法正常工作，抵抗力也会下降。在压力面前，他就更容易感到疲惫和脆弱。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进行修复和充电。如果因为压力而失眠，可以尝试一些方法，比如睡前洗一个热水澡，听舒缓的音乐，或者远离电子产品。至于饮食，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？尽量选择健康的食物，比如蔬菜、水果和全谷物。虽然高糖高脂的垃圾食品能在短期内带来愉悦感，但它们对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好处。健康的饮食能为我们提供稳定的能量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压力。很多人在压力大的时候会选择吃很多东西来解压，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吗？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情绪性进食。当我们感到压力、焦虑或孤独时，大脑会寻找一种能带来即时快乐的东西，而食物，尤其是甜食和油炸食品，能迅速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愉悦感。但这种愉悦是短暂的，长期来看对健康有害。所以，我们更提倡用健康的零食来代替，比如坚果、酸奶或者一小块黑巧克力。它们既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又对身体有益。第三个方法是社交。有时候我们感到有压力，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烦恼都独自承受。是的，把心里的烦恼说出来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释放。你可以选择一个你信任的朋友、家人或者伴侣，和他们聊一聊你最近遇到的困难。是的，玛丽。那这种分享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，当我们把问题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个问题。其次，倾诉能让我们感到被理解和支持。这种感觉能大大减轻我们的心理负担。有时候，朋友不一定要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，仅仅是倾听，就能提供巨大的支持。是的，分享能将压力进行释放。参加一些兴趣小组或者社团活动也是很好的方式。比如，如果你喜欢画画，可以加入一个绘画俱乐部；如果你喜欢看电影，可以参加一个电影分享会。在这些活动中，你会遇到有共同爱好的人，可以自然而然地建立联系。这种健康的社交活动不仅能让你暂时忘记烦恼，还能给你带来新的朋友和快乐。第四个方法听起来有点玄妙，但其实非常实用，那就是正念。玛丽，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？好的，正念的核心思想是活在当下。我们很多时候的压力来自于对未来的焦虑，或者对过去的后悔。正念练习就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此时此刻。具体要怎么做呢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练习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呼吸上，感受你吸气和呼气的感觉。当你发现你的思绪又开始乱跑时，轻轻地把它拉回到呼吸上。哪怕只是坚持5分钟，你也会感到内心
平静了很多。这个方法听起来很棒，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除了呼吸练习，还有别的吗？除了上面提到的4个方法，还有一些小技巧也能帮助我们缓解压力。比如，听音乐。音乐是一种非常有魔力的东西，它可以迅速改变我们的心情。当你感到压力大时，放一首你喜欢的，能让你感到放松的歌曲，闭上眼睛，享受几分钟的宁静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很重要，比如看一本好书，或者画一幅画。对，这叫寻找爱好。一个爱好能给你带来成就感和快乐。当我们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时，我们会暂时忘记所有烦恼。所以，花点时间去做一些你真正热爱的事情吧。还有写日记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把心里的烦恼都写下来，就像是和自己对话，这能让你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。没错，写日记、画画，这些都属于自我表达的方式。当我们的情绪无处安放时，通过文字、色彩等方式把它表达出来，也是一种很好的释放。总之，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，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。是的，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，从理解压力的本质到分享了多个实用的缓解方法，运动、良好的生活习惯、社交、正念练习以及发展爱好、自我表达。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它，但我们可以学会管理它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识别压力过大的信号，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应对。没错，缓解压力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。有些人喜欢通过运动来释放，有些人则更喜欢和朋友聊天。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并且把它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是的，当你感到压力大的时候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独自面对。好了，今天的普通话播客就要结束了。你是怎样缓解压力的呢？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我们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